在我们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每一年就算是一个盲盒而已，就是你无法预测你接下来你会得到什么样的成长，或者有哪些新的经历，甚至可以改变你自己，就是这些都是无法去预测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无法预测这点，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还是会给你新的一岁里面带来一些新鲜感和惊喜的。来，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我的这个现在我所拥有的一些设备。现在我先给你们从我按时间顺序吧。第一台设备就是我当时在我们上个宿舍的那个时候，对，我买了第一台自己的拍摄的相机，就是这个相机。它就是我记得我拿它拍过我之前去韩国的那个 vlog。对，当时应该是23年那次去韩国的时候，我就拿这个拍的。我觉得它这个还挺好看的，这个颜色，是的，现在也依旧好用。对，但是最近其实没有怎么拿这个拍了，因为最近我有新的，对，更好的。然后我想我下一台相机应该是自己买的这一台 DV。我想要之前有没有哪个是拿这个拍的？哦，对，之前应该是今年1月份和2月份，我当时自己发了一个那个新的一个 vlog， 但它就是不同于以往的，它就是拿这个 DV 录的。对，我觉得这算是一个怎么说呢，代表着一个那次作品的这么一个东西吧。是的，然后嘿嘿，然后就是这个。对，这是我现在就是一直在用的，然后最喜欢的一个相机。然后基本上就是我上一次那个 Make Wish 也是拿这个拍的。还有我的手机它没电了，然后我现在就换我现在这个设备来接力。对，然后接下来就是我的2个新购入的设备。对，没错，它就是再是这一个。因为当时有一天我就是在那个我们去外面出差的时候，我就想，我说有没有可能我在我的那个背包上面插一个这个相机，因为它是360的嘛，然后就可以记录我第一视角，也不是第一视角吧，应该是我的人物第3视角的一个画面，我就是还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有点像是那种游戏操纵的那种感觉。对，当然我也的确做了，应该不错的那个看。然后就是当时我去，有一次就是下一次拍 vlog 的时候，
当时我们去那个地方就是逛嘛，然后突然也是逛到了这个店，主要是我想就是哎，这个也很轻巧，对，然后我觉得以后也可以在我一些地方胜任一些拍摄的工作，对，这就是我所有的设备啦 ，yes。从当时刚满18岁那一天，到现在马上到19岁，其实我觉得过程当中，确实是有非常非常多，我觉得一是不可思议，二是就是让我自己无法想象，真的是无法预测到了一些新的一些经历，不同的年龄层段和不同的时间里面，同样的事情会给我带来不一样的感受。用一个非常 ENTJ 的词儿，就是复盘嘛。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这次19岁的这个生日主题，更多的它像是一个对当时的苏信浩的这么一个总结，它其实是一个容器，承载了一些自己的成长在里面。我没有意识到这个生日主题的时候，或者说我们没有开始想象这个生日主题的时候，它就已经存在了，与生俱来的这么一个概念。当时刚进公司的时候，就是非常非常天然嘛，非常非常，苏信浩，就是一开始的苏信浩，慢慢的中间这几年经历下来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吧。一开始会有迷茫，然后可能会有一些，自己无力去解决的地方，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就会有一些受到一些影响，然后慢慢的就会给自己穿上一些衣服，打引号的衣服，就会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打扮成一个，就是适合当下环境的这么一个苏信浩。到了18、19岁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这些衣服我也可以不穿。我把这些衣服脱下之后，我会觉得自己感觉身轻如燕，仿佛就是回到了原本的那个样子。对，但是与生俱来，我也觉得这个词儿，它其实很热血，也很中二。然后我后面就想，能不能说再给它来一个更意象化的一个形容，来就是去给它添加一些丰富的一些色彩。选的一个 birthday suit 嘛，下面的意思其实是一丝不挂的意思，因为你 birthday suit 嘛，就是你生日当天，就是你就是一丝不挂的，你算是一个非常赤裸、真心和真挚的这么一个状态去面向世界。这个新阶段的 birthday suit 的时候，你仍然一丝不挂，但是你在一丝不挂的时候，你也有勇气去面对一些世界。我觉得大概是这个意思。
我觉得第一 part 更像是有一些面对世界的部分，通俗的来说就是有鲜花有掌声，但同时它也有一些不好听的声音，有一些尖刺刺向你自己，对。但是在面对这些所谓的深渊和尖刺的同时，你自己的状态其实就像我想表达的，就是当你深渊在凝视你的时候，其实深渊并不知道你已经成长了，他并不知道你其实也在凝视他，他以为我会为此受伤，或者说是陷入到自己的自责当中无法自拔，但是其实并不是的，我其实也就是很平静而已，其实更像是旁观，对于我一个爱豆来讲，其实我的事业其实是有2部分组成的嘛，一个是我自己，然后还有一部分就是粉丝朋友们，对，所以我觉得，每一部分都不可缺少，当然就是爱是贯穿我们一切的东西嘛。不管是网盘也好，还是微博高会其他的东西也好，就是每当我们发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其实都挺幸福的。发出去的时候我也很幸福，然后粉丝们看的时候，我想象他们看到那个视频照片的时候，我觉得他们也会很开心。看到一些粉丝们他们说特别喜欢啊，我会觉得也是对我的一些认可，然后我就会在本身的这种就是满足上面又增加了一些上进心，你说我要再做得更好一些。对，网盘其实一开始我啥都没想好，当时脑子里面突然灵光一现，因为我觉得像咱们有高会有微博嘛，对吧？我就觉得这2个平台其实某种程度上分享的内容还是比较有限的，所以当时我说，有没有另外一个载体可以让我发一些就是更有意思的东西呢？当时我就突然想到了网盘，因为时常我觉得他们回馈给我的东西，给予我的鼓励，甚至有的时候他们放弃了在那个时候爱惜自己，所以我就会觉得特别的，怎么说呢？觉得很亏欠，对，所以
到现在为止，然后我还是会非常的感动。我始终想给予他们更多的东西，就是从互相陪伴的这么或者说爱的这么一个程度上面，我觉得我始终是比他们少的。表达的主题其实就是 birthday suit。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是有把网盘的照片打印出来了嘛，相当于我在重新制作这么一个东西的时候，我相当于又把自己的这一年差不多又回顾了一下。重新的就是相当于又把以前那些就是事情脑子里面把它又揪出来，再重新思考了一些，相当于就是回顾了一下这一年的成长吧。不管是成长也好，还是没有成长也好，也不一定是时时刻刻都在成长。当然也可能也有不成长的时候，反而就变得幼稚的时候，当然也有，都是在这一年当中过去的。所以我觉得算是一种回顾吧，相当于就是告诉大家我在干什么嘛，或者说那个时候的心情，让大家就是不至于说看了一张照片就是看它，可以给大家一些线索，然后跟大家去品味一下，对。其实舞蹈对于我来说，其实可以算是不能说它是与生俱来，只能说它陪伴了我太久了。
对它，我觉得可以把舞蹈，把它比作成一个代表促信号这么一个东西。从我喜欢跳舞到慢慢的现在熟练跳舞、掌握跳舞、表演跳舞、展现给大家，跳舞的过程其实能够代表我自己，所以我觉得它其实算是我生命里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把它放到与生俱来的这么一个主题里面，作为视觉上的一些展现，能够更直观的让大家能 get 到我的意思。因为海很宽阔嘛，也能看到天空、太阳非常的广阔，它像是一个容纳世界的东西。对，所以我就想在这么一个场景下面，然后来拍这拍，告诉大家，其实我只要是喜欢跳舞，我只要一直热爱跳舞，这个世界就是我的舞台。在我进公司的这几年当中，我感觉其实有的时候，因为咱们学东西很多嘛，比如说键盘啊，其实键盘也陪伴了我很久，键盘、唱歌、什么普通话、英语这些东西就是很多，但是当然是要坚持下去，但是就是会觉得很累，就是有的时候做的时候并不开心。但是我觉得跳舞是唯一一件让我觉得只要我开始跳就很开心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跳舞某种程度上算是我的亲人吧，啊，所以你想，对，就是与生俱来。如果没有跳舞的话，那也是促信号。但凡那个时候促信号他要是懒一点，他就可能现在也不是懒一点，就是就无所谓了，随便学什么都可以。那可能他现在去打功夫去了，可能就是去劈叉，然后去那啥了。我最开始的时候，我是天生擅长生病，但是身体不好。所有粉丝他们都知道，是因为我一开始身体不好，所以我就去一开始是打功夫，然后后面就是阴差阳错就去跳舞了。然后跳舞的过程当中，就慢慢的觉得，哎，自己真的还挺喜欢这个东西的，是自己现在中二一把吧，说我自己就是天生擅长跳舞。
哎，你就说到咱们生活当中了，主要是我妈妈就是她是画画的，然后她是画那种油画的，然后他们老是就是会拍那种原创的那种摄影作品，然后拍出来，然后把它画成那种特别逼真的油画。然后我一想，我说如果我要是可以拍些照，然后把那些素材就是整理起来给我妈妈，让妈妈画，就是因为我妈毕竟在家里面还挺忙的，因为我弟弟，然后我弟弟有很多事儿，然后他需要管，所以他可能平时也没有机会出去拍照啥的。所以如果说我有机会能够获得到平凡的普通的一天的话，我就会去那种比较人文的地方啊，那种胡同里面啊，或者说去大自然吧。对，我真的会去拥抱大自然，然后拍些照什么的给我妈发过去。比如说上次我去拍那个接人挑战，当时就是去那种胡同里面走了一天，我自己还是挺喜欢的。北京都是人来人往嘛，大家都非常的就是匆忙，然后大家都在干自己的事情，仿佛就是你的旁边就是突然嗷大叫一声都没有人理你的程度。胡同那里相比较来说，生活气就是人间烟火气稍微大一些，所以我觉得那里会被治愈到。上次我很愧疚，去真人挑战那天我不是拍那个照片嘛，对吧？相机没用对，因为我那相机它是拿来拍视频的，它拍照它就画质不高，它会很糊。然后我跟我妈妈发过去的时候，然后她说：“哎呀，好看倒是好看，素材倒是可以，但是就是放大之后不清晰。”然后我那个时候瞬间我就说：“哎呀，主要是我突然被我妈妈嫌弃了咱们的这个拍照。”然后我自己心里有点不甘，对，也算是一种度过平凡一天的一些方式吧。今天我们要去哪儿？今天我们要去胡同，我们又要去胡同了，我们又要去胡同咔咔拍照了。对，然后我们应该是在去胡同之前，我们还得去一个地方，光临一下。是的，现在我正在学习我的这个短视频。是的。我也是点。今天穿秋裤了吗？今天没穿秋裤，冷吗？我还是那个不听话的小孩。冷不冷？我你看我不是把衣服拉上了吗？撕拉片吗？就是那个啊，撕拉片是吧？对，对，可以用那个拍撕拉片。这个是可以打印的那个？不是，这拍立得，这个是拍立得，对，这个好帅这个。这个叫机皇。哦，我知道，我听说过这个。对，这个是不是可以和它合上这个？对，但它合上就是它合上以后就是一个瘪的。对对对。哇哦 ，so good。你想拍一张拍立得吗？拍立得，我们平时拍可多了。嗯。这个是很经典的一款。这个吗？Frontex。我感觉有点左右镜像的。你看，我往左，它是往右；我往右，它是往左。
小心绳。行，看一眼，走吧。走。走。哦，你是在拍这个电线杆啊？没穿秋裤下冷吗 ？No， 还不冷，天都黑了都。因为我有暖宝宝。你贴哪儿了？贴背上，所以我现在还是比较冷。我觉得第三套它算是以第一个 part 里面的一个内心世界的一个具象化的表现，因为你在凝视深渊的时候，其实你自己是平静的，但是你为什么平静呢？你平静的底气来源是什么呢？你平静的底气不是说你身披铠甲，你身上就是非常的坚硬啊，当然你那当然不怕了。第三 part 讲述的就是其实我穿的特别的薄。对，它其实是一个稍微有一些露肤的这么一个状态。其实我身上没有很多东西，我也没有铠甲，或者说那种坚硬的东西保护自己的东西，但是我始终还是愿意用这样的身躯去面对世界。我觉得算是一种我自己理解起来的勇气吧。这个词儿啊，这个词儿我记得之前一段时间我听到过一两次，但最近我就完全有点搞忘这个词儿了。对，我的确是记得这个，有别人说过这个。那你说表演型人格，那你就看你怎么定义这个东西了呗。我觉得有可能是以前在那段时间自己没有完全自如的掌控自己的节奏，或者是说没有完全驾驭好自己身份的那段时间里面，因为我可能是觉得就像是那是一种我自己在告诉自己在努力的一种方式吧。可能这个过程当中会有一些误解啦，或者说是做得不好的东西啊，那都是成长的一部分嘛，对吧？包括像我们平时一些拍摄嘛，然后老师给我们一些企划呀，告诉我们一些活动啊，当然就是我觉得就是咱们作为艺人嘛，当然就是这个过程当中需要回馈到这种内容本身，它是需要有反应的。可能那段时间我自己
的确没有找到这么一个舒适的方式把它就是呈现出来。但是你想，如果像是刚才说的，你刚刚说的那个是说急需关注，然后时刻怕自己掉下来的这么一个东西，按道理来说，那这样的人他其实应该享受这样的过程的，因为毕竟他这样能够满足他自己内心的一些可能取悦自己吧，或者说是掩盖他自卑的一部分。但是其实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像是他说的我是表演型人格，那其实我自己本身我也并没有享受这件事情嘛。对，如果我没有表演型人格的话，那就是希望大家，当我们关注的过程当中，也能够舒舒服服、开开心心，啊，当然就是也能够获得到一些喜悦。但是如果我是的话，那就交给答案呗，交给观众。丢掉一些东西，我觉得算是一点一点的在回到自己，回到你当时那个自己的心态。当你回到了那个时候的心态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上面，那些曾经增增减减的部分，它其实又回到你自己身上。所以我觉得现在倒还好了，现在倒没有说是丢掉一些东西。怎么看待和自己的这个世界的关系？有段时间自己也比较浮躁，有感觉心落不着地，然后我就创建了框框跳这么一个栏目，因为舞蹈是我最纯粹的东西。然后我就希望能够一直坚持跳舞，然后能够一直让自己记住那个纯粹的感觉，在面对一些问题啊，或者说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舞台吧，舞台相当于就是也是我们的一切。所以我觉得面对这些东西的时候，就是要保持纯粹，像以前一样，像最初一样纯粹，我觉得就会比较好的反馈。那最后几个问题，好。其实我感觉我们其实像是战友，有的时候我们互相陪伴，互相激励，一起开心，我们共同流着一样的眼泪，彼此拥抱同频的感受。我时常也觉得我很骄傲。我去年10月份的时候，当时我自己有一个本子，我昨天回去整理的时候，我把它翻出来，对，然后上面有一些记录什么的，就是在写当时的一些心里话吧。
我就看到我自己写了一句，我写的就是我有你们，我很了不起，对。然后我就觉得，我为此感到骄傲。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见到之后，当时我们在舞台上嘛，每次都是一样的，能够看到你们的脸，能够看到你们真的是为我感到开心，可能因为我感到开心吧，然后我就会一下子就瞬间我就特别的感动，因为我觉得它不同于就是线上的一些互动嘛，通过评论的或者一些文字，能够从底下感受到你们的一些涌动的情绪啊，包括不管是开心还是伤心也好，我们面对面看到彼此始终是不一样的，这种浓度它其实更深，就是还是会很感动，一下子有的时候我真的就是一下子就瞬间特别想哭，对，但是我觉得是幸福的啦，对，是的，从小到大吧，这些舞台过来，我觉得就是还是一样的，会特别的，感动，然后有一些失落，因为马上就再等到下一次见面嘛，然后中间就会会隔一段时间就见不到嘛，最后的时候，其实我有一点其实我没那么想哭，其实一开始还好，我觉得能够比较坚强的挺下来，但是我还是看到他们的脸，我还是看到他们的表情，然后看到他们也很不舍，然后我也是，对。当时1周年的时候，当时我之所以我选择就是唱愿与愁，其实我是觉得他们非常的爱我，然后就是不再是简单的那种治愈我，或者是说止痛药，我觉得也不再是像那种轻轻落在表面的那种安抚，它其实更像是沉下去，深入到灵魂，深入到我的骨头，然后他们其实是在告诉我一件事情，就是他们真的非常爱我，然后我自己也明白，我说其实我不需要再证明什么，所以我选择把舞台回到最原始，只剩下我和钢琴。
下班啦。有了，现在零下7度。